欢迎回来。拜登和菅义伟会谈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竟然在台湾、钓鱼岛、涉港、涉疆、南海等一系列涉华问题上大做文章。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日表明严正立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台湾、钓鱼岛都是中国领土，涉港涉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美日联合声明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发言人强调，美日嘴上鼓吹自由开放，实则拉帮结伙搞小圈子，煽动集团对抗，这完全是逆时代潮流而动。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驻美使馆周六发声明表示，美日这种图谋逆时代潮流而动、扶地区国家民心而行，势必以损人的目的出发，以害己的结果告终。驻日使馆也在周六强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美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日美同盟作为双边特殊安排，不应针对第三方，更不应损害第三方利益。近日日方接连在涉华问题上采取消极举动，严重损害双方政治互信，干扰双方发展关系的努力。我们奉劝日方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原则和有关承诺，确保中日关系不折腾、不停滞、不倒退，避免卷入大国对抗的漩涡。法国广播公司指出，从这次的日美联合声明看，日本联美抗中走出一大步。菅义伟当局一改近年来日本对华谨言慎行的态度，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在南海、东海的活动采取公开严厉的批评态度，在台湾问题上立场也清晰起来。日本外务省官员说，日美领导人会谈联合声明势必招致中国反弹，但无论如何，接下来都很棘手。一旦台湾发生事态，日本政府或自卫队要如何行动，都必须进行检讨。菅义伟这样的一个考虑呢，肯定有他这个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考虑哈。国内政治呢，我们都知道，他现在这个抗击这个疫情哈，尤其疫苗接种的速度呢并不快，又为了要举办这个奥运会，需要得到美国的这个支持啊，所以呢，其实这个双方他有一个利益的这个接触点在那儿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其实我们从他的这种声明当中能够看到哈，叫所谓的美日同盟说是肩负着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呢，完全是一种排他性的哈，就是说。开放啊，自由，完全是把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利益放到了一边哈，并不管，因为这个核废料的这个排放呢，涉及到全人类的这个共同利益哈。那么可见这个美日同盟呢，它是非常狭隘的哈。环球时报发社论指出，美日同盟正成为危害亚太和平的轴心。美国的核心意图就是要维护霸权，以反国际法和反规则的方式阻遏中国发展。美国的一意孤行有可能最终断送亚太和平，而日本在逐渐将自己变成美国这一邪恶政策的首要亚洲帮凶。社论说，美国和日本就是二战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前者主导后者的关系，在外交上有强烈的主仆性质。这份联合声明强化了美国极端对华政策对日本外交的强制主导权，日本则积极并小心地加以逢迎。日本前几年一度与中国相向而行，让中日关系走上逐渐恢复的正轨。他现在突然又改变路线，加入美国的遏华战略，断送了中日关系改善的势头。美日领导人会谈试探中国底线，之前早有迹象。在3月16号美日外长与防长2+2会谈时，双方就聚焦中国，大部分对话围绕东海、南海、钓鱼岛、台湾展开。双方在联合声明中更是罕见地直接点名中国，妄称中国的行动不符合国际秩序。这与美韩2+2会谈后韩国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美国智库机构史汀生研究中心中国计划主任孙运认为，日本一直以来立场摇摆，只是特朗普采取美国优先政策压制盟友，日本才被迫采取在中美之间更为平衡的战略。但中日关系本身的特质和内涵并没有根本转变，日本对中国的战略焦虑也没有消失。现在拜登提出团结盟友，日本迅速倒向美国，并不令人意外。除了美日领导人会谈瞄准中国之外，近段时间以来，日本小动作不断。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日华议会恳谈会会长谷屋圭司昨天发推称，台北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出入处升起一面日本国旗。他强调，以前一直顾虑中国大陆，所以没有悬挂，但现在基于和台湾相同的价值观，应该合作对抗。但台湾中国时报查证，升起日本国旗的场地并非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而是日本驻台代表官邸的院内。据了解，该场所自今年1月起开始升旗，4月
月2号太鲁阁号意外发生后，曾降半旗3天表示哀悼。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此前挂日本交流协会招牌，2017年加上台湾2字。该机构属财团法人性质，是民间机构，在台北和高雄有办事处。英国广播公司认为，美日联合声明的焦点是台湾问题，因为此前日本政府的态度是不就台湾问题公开发表意见。这次在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中提及台湾，是中日建交后的首次，挑衅意味明显。日本政府安保工作人士称，台湾防卫是直接关系到日本安全保障的最重要课题。菅义伟政府和民进党当局互相强调台日有所谓的历史连接，但实际上是日本的殖民地情节以及岛内一些人，尤其是台独势力的恋殖情节。双方互相安插了所谓的亲台派和亲日派，在各自的官僚体系中，日本现任防卫大臣安倍晋三的弟弟岸信夫普遍被外界认为是亲台派，去年曾赴台吊唁台独分子李登辉。岸信夫曾在自卫队会议上表示，有必要探讨自卫队能为支援台湾的美军提供何种协助。根据安倍时期通过的新安保法，日本自卫队的行动范围已经不仅局限于日本本土及周边，可以向海外派兵。美日两国在联合声明当中，双边关系当中提到这个关切这个台湾海峡地区的这个稳定呢，我觉得首先是干涉了我们的内政这是确定无疑的。他们有点夸大这个两岸关系的这种走向这个冲突的这种危险性。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夸大呢？可能也是为了显示这个美日同盟在这个地区的一个重要性。那么第三个方面来讲呢，我觉得还包含着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意图特别是美方，我觉得就是说要这个制造中国与邻国之间的这个矛盾，特别是中日之间要分割中日关系，这个制造一些矛盾。那么以此呢，就是说把这个日本的这个拉向这个美国这个这种同盟体系强化这个日本作为包围中国反对中国这个崛起的这么一种企图。而民进党当局对日本向太平洋排放124万立方米核废水的软弱态度，也引发欧洲舆论的关注。德国之声电台称，相比中国大陆和韩国，台湾距离福岛洋流的位置更近，但是批评日本政府的态度却微不足道，更没有抗议。在野党批评民进党当局逢日必软。颇为蹊跷的是，民进党当局主张无核家园，但对日本核废水却不吱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方面在日本宣布强行排放核废水后，取消参加原定4月下旬在华盛顿举行美日韩3国外长会的安排。韩国政府发言人强调，日方排放的福岛核废水的行为非常恶劣，韩国政府予以强烈谴责，日韩关系改善的机遇已经丧失。而对于日本为何要在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中为美国在亚太的对抗性政策打头阵，俄罗斯独立报点出了其中原因。此次与拜登会晤成功与否，可能决定菅义伟的政治命运。赴美与拜登会晤前，菅义伟可谓麻烦缠身。菅义伟此前曾暗示，他有可能在今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前宣布提前大选。然而，受新冠肺炎疫情处理不力和一系列丑闻打击的影响，菅义伟内阁的支持率今年一度逼近30%的危险水域。日本共同社近日发布的民调显示，菅义伟作为下任首相人选的支持率只有4.9%。日媒日刊现代指出，菅义伟只能期望通过加深日美同盟来挽回支持率。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日本首相菅义伟的访美之行以领导人联合声明的方式落下帷幕，其中大量涉及所谓中国议题的消极内容，中国外交部立即发表回应进行驳斥。您对此有何观察？昨天是周六，外交部蓝厅循例并未召开记者会，但外交部仍然以答记者问的方式发布了发言人专题回应。在这些涉及主权及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问题上我们不争、不辩、不可以。细看这份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台湾、钓鱼岛、香港、新疆、南海等问题都被关切了。美国与日本作为综合国力靠前的发达国家，同时也是环太平洋沿岸国家，搞这种小把戏就非常像两个土豪业主大摇大摆地走在小区里，对着邻居家指手画脚，言必称对你的家规家法保持关切，对你的墙纸颜色持有异议，对你的客厅朝向持保留意见，并且认为你家的车位影响了小区车辆的自由通行。这叫什么？这就叫灶王爷扫院子，多管闲事。在我看来，这份联合声明体现了美日两国自外交、防务2+2对话之后进一步确立了共同遏制中国的步调。
以一种罗列所谓负面清单的方式啊，将一众涉华议题逐个点名。潜台词是，以往我们可能偶尔打打台湾牌、香港牌、新疆牌，但从今往后，我们保留将以上议题全部当成牌打出去的可能性。它更恶毒的意义在于，它几乎是在用这种方式啊，向更多盟友发起号召，一起来参与这场战略围堵中国的牌局。潜台词又是别怕，很简单的出牌套路我都帮你写出来了。但我也要提醒日本方面以及那些尚未表态、仍在观望的美国盟友，这张牌桌可轻易上不得。桌上的中美两国好歹在实力上相对接近，那么其他国家若想凑上来啊，凑个热闹，可要做好输个倾家荡产的准备。登上围堵中国的这个美国战车啊，不仅是战略冒险，更是在赌国运。任何一个理性的政治人物都不该行此下策。